時間不一定的，有時候是3點，有時4點哦。只要出攤，陈明波的妻子謝小庚就得早早起来，準備當天售賣的餐食。做一點扣肉，有些移民師海回來想吃飯，不想吃手粉。扣肉得醃制3個小時才入味兒。謝小庚守着灶台打轉，不經意間，雞鳴喚醒晨光。扣肉終於燉好了，鍋蓋掀開的一剎那，濃郁的肉香瞬間彌漫整個庭院。陳明波採購完當天的食材，回到家裡，幾人開始分工協作。今天的低潮時間比昨天晚了1個小時，備菜的節奏也相對從容了些。陳家的攤位距離村子比較遠，而且不通水電。每次出攤前，陳明波要備足燃氣，灌滿水箱。61夠用了，那因為3個灶嘛，3個灶用性比較大，量比較大。這個水箱是裝食用水，用口罩過濾那個水，像你相信的吃得乾淨的水。等妻子把餐食做好裝車，夫妻倆就朝着滩涂集市出发了。水尾村是一個3面環海的小漁村，在村邊有一處珊瑚礁形成的島洲，每次退大潮便會露出水面。潮水逐漸退去，通往島洲的路面就會慢慢顯露出來。心急的檔主和海鮮商販等不及海水完全退去，就驅車涉水而過。陳明波的大篷車也緩緩駛入這片灘塗。每個月是2個潮水，一個潮水是8天左右。那漁船什麼時候回來，或是什麼時候下來，跟着漁船走。剛把東西擺利索，頭批漁船就突突突地回港了。謝小庚馬上開檔迎客。是因為一從四海回來肚子餓，我是第一個在這裡開攤買湯粉、炒粉。這碗熱氣騰騰的碳水是距離飢腸轆轆的漁民最近的溫暖。雞蛋下鍋炒鬆，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許青菜，和粉條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條根根油潤發亮，不黏不坨，入口爽滑。沒想到的是，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販和遊客前來捧場。我喜歡吃炒粉，炒粉好吃一點。好吃，炒粉這裡的比海南的還好吃。陳明波看到商機，索性在炒粉攤旁增加了海鮮加工業務，就地烹飪新鮮上岸的海鮮。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紛紛效仿，海鮮攤檔一下增加到6家。現在遊客多了，他們開多幾家也是讓我們壓力少一點。就算是我們自己做嘛，也忙不過來。雖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謝小庚從不抱怨。返港的漁船越來越多，海灘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我們這條海溝啊，就是那個水是有流動的。我們的活口海鮮都是在這條溝上面，螃蟹啊、蝦啊、肉上啊，都是在這邊。水溝裡藏着野趣，鮮蝦蹦躂，魚兒撲騰，遊客們圍在溝邊，叫賣聲、還價聲，孩子們的驚呼聲混合着海風的鹹腥氣，把熱鬧掀到了頂。我們從湛江過來的，從湖北過來的，這種原生態的是比較健康，什麼都買一點，什麼都嘗一下吧。總有一些偷跑出來的小海鮮，讓這裡成為了小朋友們的遊樂場。這是你抓的是吧？對。隨着遊客蜂擁而入，集市徹底沸騰。一家子齊上陣，忙的是熱火朝天。炒粉老國產，他那炒粉是有名聲的。我是湯粉、椒鹽，煮魚湯。
熱情的游客擁在灶台前，等不及了，乾脆開啟自助上菜模式。新鮮是陳明波征服遊客胃口的法寶。忘油燒到冒煙，活蝦直接下鍋，高溫瞬間把蝦殼爆得酥脆濃香，撒上椒鹽，快速翻勻，動作粗暴，調味濃郁，但卻讓你吃出了一個字兒：鮮。剛剛吃了第一鍋，覺得味道挺好，我們又到船上去再買了第二鍋，打算打包帶回去。剛出水的海魚整理好，直接丟進清水裡煮，湯頭清亮，魚肉細嫩，白灼更為簡單。焯熟，蘸點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鮮的本味兒。從出水到上桌，快則10分鐘，慢則不超過半小時。食材到餐桌的距離之短，速度之快，讓吃貨們趨之若鶩。陳明波的攤檔全開放、全透明，海鮮清洗、加工、收費全擺在明面上。我是靠量多賺一點，做越多就賺越多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自己要滿足就行了。陳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漁村，年輕時曾在海南闖蕩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別漂泊的日子，回來幫妻子守着這個小攤。因為他好辛苦，有時候半夜也要起來跑又跑大。以前1年在家最多就20天，300-3天在外面了，更少更多，在家開心。一波波的客人來來回回，太陽漸漸沉進海裡，晚霞把灘塗染成了金色。賣完了，再剩下一點點。今天總共賣了多少斤炒粉？對，120斤。人流車流漸漸散去，可還是有客人尋味而來。買到可以加工，買東西過來加工。陳明波重新點燃了灶火。因為會員大老遠過來，想吃徐味的海鮮，不能讓他們失望。隨着最後一桌客人離去，喧鬧了一天的海灘集市重歸寂靜。終於能緩口氣，在自家廚房裡為自己張羅一頓晚飯。白日裡的疲憊，仿佛都被這頓飯輕輕化解了。幾道簡單的海味兒，一家人齊齊整整，有說有笑。這或許就是漁村生活真實的模樣。同是海邊風情，陽西人偏愛的卻是沙灘上的快馬。老闆，有沙馬粥嗎？有啊，有啊。沙馬是角眼沙蟹響徹粵西江湖的外號。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鮮蝦和小小的蠔仔，調味後沸騰2至3分鐘，就是陽西人的心頭好沙馬粥。粥水吸飽了蟹肉的鮮汁，綿滑裡透着鮮甜，沙馬肉也因粥水的浸潤變得嫩滑。越嚼越香，它好脆，然後它的肉很鮮甜。別看沙馬個頭迷你，來頭可一點也不小。從白堊紀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億多年。西圖鎮臨海的幾個村子，沙灘連片綿延，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洞口裡，就藏着沙馬的家。這個就是很典型的沙馬蟹洞，它挖出來的沙呈扇形狀的。沙馬洞口邊緣堆着獨特的沙塔，只有熟門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裡睡覺的，晚上出來覓食的。我們一般都是晚上出來挖沙馬。馮純正自小在這片沙灘長大，對沙馬的習性了如指掌。自家農莊開在海邊，這是爸媽2005年開啟的生計。媽媽既是採購又是大廚，一人掌管4個爐灶。今年夏天，馮純正剛剛大學畢業，工作還沒着落。
索性给媽媽打打下手。現在工作難找，還沒有上班，在家裡學習一下我媽的廚藝，感覺她太累了，我幫一下她。看到兒子肯學肯幹，媽媽心裡甜滋滋的。在休息的空檔，趕緊教馮純正做些特色家常菜。9月了，算多少錢？殺小魚。看起來很簡單的活，自己幹起來是超級忙。忙起來，日子過得飛快。等到母子倆收工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飯碗一撂下，馮纯正就喊上女朋友，還有從縣城趕回來的2個姐姐，拎着工具往沙灘走。在這裡了。幹嘛？在這裡。抓！這個追到了。他就是在沙上面。他比較年輕，沒有一點閱歷。沙馬非常機靈，細腿一蹬，衝刺速度就能超過每秒3米，活脫脫是沙灘上的快馬。沙馬之名就是這麼來的。他跑得很快，他會拐彎的。一腳油門，就好像沙灘上的法拉利。沙馬的岩柄又細又長，頂端還豎着一根小角，即使躲在洞裡，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靜。馮纯正和姐姐們採用的是最原始的辦法，挖洞抓蟹。就它洞口的大小決定它的尺寸，濕的就很方便挖了。應該好深。出來了！哦，可以。挖沙要技巧，馮纯正會用手指探一探洞口。我們要找到那個方向。出來了！挖到了，出來。這就是正宗沙馬蟹。沙馬一被挖出，就揮着鉗子進行自慰，稍不留意，手指就會被夾得生疼。大姐馮純潔護着弟妹，總會衝在前面。用沙子填住它，它就不會跑，就這樣粗魯，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難抓。挖沙馬最忌諱的是挖到另一種螃蟹，聽名字就讓人掃興，居然叫做石馬。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馬蟹它有那種骨的味道的。3個多小時之後，手腳酸軟的4人終於收穫了小半桶沙馬，滿載而歸。有40-50隻了。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把沙馬拾掇乾淨，馮純正便忙着展示剛學的手藝。椒鹽沙馬配粥是再好不過的宵夜搭子。用熱油一炸，蟹殼變得疙疙瘩瘩時，撈起來撒上椒鹽粉，殼都會變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響。當馮純正抓沙馬打牙祭的時候，數里之外的沙趴灣，有人在用另一種方式與沙馬鬥智鬥勇。呢個地方人少，會特別多嗰啲大沙馬，放條嗰啲臭魚，佢聞到嗰啲臭味就會過來嘅。聞到臭魚的味道，沙馬一窩蜂地往桶邊湊，一腳踏空就成為桶中之蟹。哇，抓了這麼多，20隻左右吧，一個袋裝1隻，咁樣就唔會打交嘅。抓到的沙馬，陳顯尊並不會立即處理，而是放進沙池裡養着。1-2日就餵一次，養得2到3個星期。沙馬越養越多，陳顯尊也逐漸成為周邊飯店的供應商。一齊有200-300隻，一日都清晒嘅。陳顯尊曾去香港打工，聽說家鄉開發旅遊，便揣着積蓄回來學廚做生意。10來年的摸爬滾打，處理沙馬早已得心應手。老廣們最饞的就是沙馬的那一口鮮。沙馬熱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
加水燜煮片刻，調味後收汁。沙馬的鮮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醃好的牛肉片鋪底，碼上一層沙馬，拌點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鍋撒上蔥花，淋一勺熱油，沙馬的鮮甜味直鑽鼻腔。呢一隻就係我哋喺出邊啲遊子翻到嚟都係心心念念嘅一個家鄉嘅味道。五中係叫做鮮甜嘅，一啖蟹一啖燒酒，啱啱好。鮮甜的沙馬粥暖了陽西人的胃，而梅州焦點的豬膽乾正等着揭開它的味覺傳奇。這有沒有豬膽呢？豬膽啊！豬膽啊！豬膽啊！我沒有。我們這邊沒有啊，全部扔在地上。說起膽囊或者膽汁，想到的就是個苦字。動物膽囊常因苦澀而被丟棄，但在粵東的蕉嶺，豬膽卻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材料。老闆，有沒有辣豬肝？好，給你拿一點。因為這個豬肝啊，工藝很複雜，很難做，很耗時間。這擺出來的話，很快就賣完了。當地人所說的辣豬肝，外表黝黑，硬邦邦的，可以用來敲碎核桃，但它卻是梅州客家地區傳承數百年的傳統美食，在20世紀40年代初，甚至在報紙上刊登過廣告。這個呢是辣豬肝，我們每年做這豬肝啊，大概1-2千斤，總共辣味大概1-2萬斤。我們就有8樣辣8味，豬肝是一定要有一點的。蒸辣豬肝是當地的一道名菜，辣豬肝稍稍清洗，水開後入鍋蒸15分鐘，